160亿美元。2024年9月，微软签了一个20年的电力采购合同。买电本身没什么特别的，特别的是他买的是一座关了几十年的核电站三里岛。1979年，三里岛2号反应堆堆芯部分熔毁，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，整个核电站从此被钉在教科书里当反面教材。1号反应堆撑到2019年也关了，电价太便宜，没人需要它。5年之后，微软来了，16亿美元，20年全包。不是微软疯了，是电不够用了。训练一次 GPT-5 级别的模型，耗电量够一个小城市用1天。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已经超过日本全国的用电量。美国能源署预测，到2028年，数据中心吃掉的电相当于3到4个纽约市。风光发电，看天吃饭，天然气有碳排放，电网扩容速度连 AI 需求增速的零头都追不上。唯一能同时满足24小时不停、零碳量大管饱的，就只有核电了。于是微软把手伸进了一座被全世界遗忘了40多年的核电站。同一个反应堆，5年前账面上是负资产，5年后变成了科技巨头排队抢的战略资源。这就是这期我想聊的东西， AI 时代第一个被重新定价的传统行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银子笔记。每期拆一个赛道，聊真实看法，不讲操作，不预测，不给仓位。今天聊核电，大家觉得 AI 到底有多费电？ ChatGPT 每回答你一个问题，耗电量大约是一次 Google 搜索的10倍，但它后台真正烧电的不是回答你，是训练一个前沿大模型的训练周期。光是 GPU 集群的功耗就拉到几十兆瓦，持续几个月不停。几十兆瓦什么概念？一个标准数据中心大概吃20到30兆瓦，训练一个 GPT-5 级别的模型至少需要几倍，而且这不是训练完就完了，训练完了要上线跑。GPT 每天回答几十亿次请求，每一次都要算。你发一条微信语音转文字，问 Siri 一个问题，用豆包生成一张图，每一件 AI 帮的小忙背后都是 GPU 在烧电。我翻了一下国际能源署的报告，2022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约460太瓦时，占全球 2%。 他们的预测是2026年翻到1000太瓦时以上。日本加德国全年的用电量捆在一起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数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觉得不可能，然后我去翻了各家科技巨头的财报和能源合同，发现人家还说的保守了。Google 去年碳排放涨了 48%， 自己公开说原因是数据中心。微软说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，但他今年签的新电力合同里，三里岛只是第一个，后面还有一堆。亚马逊买下了 Talon Energy 核电站旁边整个数据中心的供电容量。我大致算了一下，这3家未来5年光是 AI 基础设施投入合起来就超过了5000亿美元。那电网呢？美国电网过去10年平均增速不到 1%， 不是不想建，是建不了。一条高压输电线路从规划到投运，平均8到12年。一个数据中心从开工到上线18个月，一边是18个月就可以上线烧电，一边是12年才等来一条输电线。这个时间差就是核电被重新激活的根因。说实话，核电40年前就该没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一，三里岛、切尔诺贝利、福岛，每隔10几年炸一个，3代人心里核电站旁边永远跟着核事故。不管你数据怎么算，安全标准怎么改，恐惧不讲道理。欧洲一堆国家干脆立法不建核电，逐步关闭现有核电站。德国2023年把最后3座全关了。第二，一座传统核电站1000兆瓦以上，造价100亿美元起，工期10年以上。美国最近建成的威豆特3号和4号机组超预算170亿美元，延期7年。同样的前建天然气电站能建5个，建光伏能铺满1个州。纯粹从成本角度，核电打不过任何对手。第三，替代品太充裕。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，天然气便宜的离谱，一度电成本核电完全没法比，加上风电光伏补贴堆上来，核电在经济性、建设速度、公众接受度上被全方位碾压。所以过去20年，核电在美国是一件没人见心的，老的勉强撑着，迟早被淘汰的事儿。
那为什么现在突然翻身了？不是核电变了，是需求变了。把这3个条件摆出来一对比，能同时打勾的只剩核电和水电，但水电在美国100年前就把能建的好位置全建完了。24小时不停， AI 训练不能等太阳出来，不能盼风来，集合电力全天候，光伏风电能补充，不能当主菜。20碳 Google 微软，亚马逊全承诺了2030年碳中和或碳负，你一个数据中心1年烧10几太瓦时，全买碳信用。信用不够买，信用够的话账上不好看。3够大，一个数据中心要几十兆瓦到几百兆瓦，不是屋顶光伏能解决的级别。唯一一个新选项，核电重启加 SMR， 而且最关键的一个条件，这些科技公司愿意签20年 PPA 电力购买协议保底价，长期买，这是核电站融资的死穴。以前没人敢签，电价波动，需求不确定。现在科技巨头来了，20年一口价，给你价格确定性。银行敢放贷了，投资人敢下注了。3座大山没搬走，但需求太强了，强到绕着大山走路都划算。我拆核电的时候，习惯把它分成3层看，不是行业分类那种分法，是按钱是怎么挣的来分。每一层是完全不同的生意，最底层油矿、挖油、提纯，做成燃料棒。这一层的逻辑一句话就能说清楚，核电站建得越多，油价涨得越高。中间那层反应堆，谁设计、谁制造、谁维护。传统核电这层被机翼细污包了几十年，但现在大家盯着的不是老巨头，是 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，不用在工地上建10年了，工厂里预制好拉到现场装，2年造价也降了一个数量级。最上面那层核电站运营，买地拿牌照建站卖电，最重资产最吃监管，但一旦跑起来，一座反应堆投运后面40-50年收电费，现金流稳得离谱。这3层的关系很简单，下游建得越多，中游订单越多，上游油价越高。反过来，油矿是整个链条的终极瓶颈，没油你啥也不用建。现在市场对这3层的注意力分布非常不均匀，下游运营商已经涨了一轮了，中游 SMR 还在等第一座商用电站投产，而上游油矿卡在中间，油价上去了，股价还没充分反应。接下来我们一层一层聊。先说下游，三类岛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微软，是 Constellation Energy 三类岛1号反应堆的拥有者。微软签那张16亿美元合同时， Constellation 的股价当天涨了多少你知道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过去3年的股价涨了接近10倍，一家核电运营商3年10倍，这不是科技股的叙事，这是公用事业的叙事。Constellation 是美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，21个反应堆，总装机超过2万兆瓦。过去市场怎么给它估值？跟水务公司、电力公司一起稳定分红，低速增长，15到18倍 PE。但 Constellation 去年的表现完全不像公用事业，它在跟微软、亚马逊一家一家谈 PPA， 不是按电网批发价卖电，是按市场化价格。核电站的电本来成本就低于市场价，PPA 锁定的价更高，因为科技公司愿意为零碳集合付溢价，1块钱一度电，电网批发价可能4-5毛。微软签的 PPA 是多少？没有人知道，但我猜不会低于8毛。因为三类岛重启的前期投入 Constellation 自己出不起，必须靠高溢价合同拉融资。Vistra 这是另一家名字，你可能没听过，但他做的事儿比 Constellation 还野，核电加天然气加储能全有，而且是最早跟科技巨头签数据中心厂对厂直供协议的公司之一。电不经过电网，从核电站直接拉线到数据中心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省掉输电费，绕开电网拥堵，还能把定价权攥在自己手里。Talon Energy 亚马逊直接买了它一个数据中心旁的核电容量。什么意思？亚马逊说，你这个电站未来有一部分电我全包了，多少钱你定，但我要专线供给我的数据中心。这3家公司在做同一件事儿，把核电从一个受监管的公共事业变成跟科技巨头谈判的市场化产品。利润模型在变，但市场还在用老眼光给他们估值。这不是一个30倍 PE 追到40倍的事情，这是一个行业分类的事情。如果你把 Constellation 从 Utilities 标签挪到 AI Infrastructure 标签，15倍 PE 和25倍 PE， 拿计算器按一下，
这就是 Alpha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3家过去3年已经涨了不少。Constellation 的财务报表也不是完美无缺，但重点不是现在贵不贵，重点是市场有没有把它当成增长型资产，至少目前还没有完全。接下来 SMR 核电的个人电脑时刻，如果传统核电是大型机，一台占地1整层，要专门造楼，只有政府和巨头买得起，那 SMR 就是个人电脑。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，功率在50到300兆瓦之间，只有传统核电的1/5到1/10。最关键的，它不需要在工地上建10年，模块在工厂预制的，拿到现场装，工期2年左右。这个区别不是快了一点，是商业模式变了。传统核电100亿美元级投入，10年建设期，只在少数几个国家能做 SMR 1级投入，2年投运，可以1个数据中心配1个。现在场上有几家值得认真看的，走的路完全不一样。欧克洛萨姆·奥尔特曼 ，OpenAI 的创始人，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。他投核电的逻辑非常简单 ，AI 需要电，电只有核电能给，那我去搞核电。欧克洛的技术是纳冷快堆，不是传统水冷，理论上更安全，效率更高。他说自己手里有几百兆瓦的订单意向，但 NRC 审批从2016年交到现在还没过。奥尔特曼赌的是监管迟早会加速，但加速有多快，没人知道。NuScale 这是全美第一家拿到 NRC 反应堆设计认证的公司，技术上它是走得最远的。但2023年第一个商业项目被取消了，因为成本涨了 60%。消息一出，股价当天腰斩。NuScale 的问题不是技术，是你能不能真的用预算之内的钱建出来，对谁来说这都是最要命的事儿。Givernova GE 分拆出来的能源公司 BWRX300 是它的 SMR 型号，跟 Oklo 和 NuScale 不一样。Givernova 不是赌一个技术，它是把100年核电经验装进小反应堆里。加拿大和波兰的项目已经在案头了，风险比纯创业公司低得多，但股价弹性也小得多。X Energy 高温气冷堆跟陶氏化学合作做工业供热，不是发电，是给化工厂供热。这条路现在看小众，但化工是全球工业碳排放最大来源之一。如果氢能和工业用热是下一波政策重点， X Energy 的位置非常独特，目前还没上市，但关联的供应链标的值得留意。我对 SMR 的判断很直接，这个赛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赢家还没出来。Oklo 技术没验证， NuScale 商业验证被打回去。GE Vernova 慢但稳， X Energy 走旁路。 SMR 的真正催化在2027到2028年，第一座商用 SMR 投运，不管是 Oklo 的、Givernova 的，还是加拿大那边试点项目的，只要有一座证明 SMR 确实能按时按预算建出来，而且能正常发电，整个板块会一起被带起来。从现在的估值看，欧克洛几十亿美元的市值完全没有收入，纯靠虚实撑着。NuScale 被项目取消打回地板上。Givernova 核电只是它庞大能源业务的一小部分，市场正在用不信任定价中游，这个不信任是风险，也是最大的 Alpha 来源。如果 SMR 真的兑现了的话，最后上游油矿爆绿。油矿的逻辑比中游简单10倍，不管你用哪种反应堆，不管谁建，不管什么时候建完，所有核电站都得烧油。这个逻辑朴素到一句话就能说完，矿就是矿，关键看价格。油价在2020年初是20多美元一磅，现在是80多，翻了4倍还多。为什么会涨？全球油产量过去10年不但没涨，还跌了哈萨克斯坦、加拿大、纳米比亚几个主产区。老矿在枯竭，新矿一座都没开。探矿到投产一般7年到10年，跟 SMR 的反应堆一样慢。但需求端，中国在建的核反应堆数量全球第一，目标是2030年核电装机翻倍，加上美国数据中心带动的核电站延寿和重启潮，油的需求曲线是往上走的，供给往下，需求往上，缺口不是可能发生，是已经发生。Chemical 代码 CCJ， 全球最大的上市油矿商兼加工商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油矿是全球品位最高的。CCJ 有矿，有加工厂，还有长期合约，它不是一个赌油价的纯矿商。它在产业链上占了好几个环节，
油价80他赚，油价100他赚更多，油价掉回50他也不会亏，因为长协锁了底哈。员工 Kazatomprom 占全球油产量超过40%，四成，但他的问题也是名牌哈萨克斯坦。俄乌之后，地缘风险从理论上的变成了真实存在的。欧美油买家在推去哈萨克化，尽量从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非洲拿油，这对 Chemical 是天降利好，不是因为 Chemical 突然变好了，是竞争对手突然不安全了。油矿股的风险我得讲清楚，它波动极大。CCJ 这3年从10块涨到50多，但中间腰斩过2次，一次跌40%，一次跌35%。油矿不是一只买了就放着的票，它是一张必须同时配深呼吸的票。但是吧，核电不是我无脑看好的东西，有些风险是可以用估值缓冲的，有些不行。第一 ，NRC 审批速度，美国核管会审批节奏是世界最慢，慢到可以把一个技术的商业窗口拖没。Oklo 交了审批快7年，还没批 SMR， 全行业都在等监管想通。你能不能等？等不起就是风险。第二，商业验证缺失。SMR 至今没有一座建成投运的，全世界范围，所有成本都是纸面上的 New Scale。第一个项目取消的教训，纸面成本跟真实成本之间可以差60%。如果你以为 SMR 一定便宜，去看一下 Voto 超值170亿的故事，冷静一下。第三，油价炒作风险，油80多美元一磅，已经涨了不少，历史上油价疯涨之后暴跌的案例很多。2007年油价冲到140，一年后跌回40，本世纪出一轮狂热，一轮崩溃。油矿不是茅台，不会只涨不跌，供需逻辑是顺的，但价格路径不会是一条直线。第四，公众舆论，切尔诺贝利福岛每次核事故整个板块暴跌，不是跌10%，是跌37%。不管事故在哪国什么型号，跟你手里的标的有关系没有。核电板块是一个跟核沾边就一起跌的板块，这是情绪风险，不是基本面风险，但你的账户不区分这俩。第五，政策反复，核电在美国是2党都支持的，民主党因为碳中和，共和党因为能源安全，但万一换了一届反核的政府呢？德国不是没发生过，一座核电站寿命60年，60年里换多少届政府，政策连续性从来不被保障。视频的最后，我说说自己的判断吧。核电的故事挺别扭的，一个被全世界淘汰了40年的老行业，突然因为 AI 成了最火的新赛道，没有火箭，没有 GPU， 没有自动驾驶，但在所有 AI 基础设施里，它可能是最被低估的。我的判断很简单，下游运营商确定性最高，已经有收入，有利润，有合同锁着。缺点是弹性可能已经部分兑现，但相比传统公用事业的历史估值中枢，重估还没走完。中油 SMR 弹性最大，一座商用电站投运之前和之后，估值逻辑完全不同。缺点是你可能等2年、3年，而且谁赢还不一定。这是一张彩票，但背后有一整个行业的趋势在推。上游油矿逻辑最简单，全球缺油，缺口在扩大，谁有矿谁赚钱。缺点是你得扛得住腰斩，腰斩的时候能用理性把恐惧压下去的人才该碰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因子笔记，拆赛道找 Alpha，觉得有用的话点赞关注，下期